金刚经是佛教最伟大的经典之一，它包含了大乘佛教的最高智慧，被奉为诸佛之至母，菩萨之惠父，众圣之所依。在中国古代，上至帝王将相、名流士大夫，下至贩夫走卒，百姓之家，无不推崇《金刚经》，奉持《金刚经》，历经千年。这部经典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部伟大的佛经中，《金刚经》的开始是这样一段经典对话：佛祖问须菩提，恒河里的沙子多不多？须菩提说，当然多。佛祖又问，如果有人散尽家财，像恒河里沙子这样多的财富，去做慈善，这算不算一种功德？须菩提说，这当然是莫大的功德。佛祖说，有一种功德比这个更大，那就是你开悟之后，把《金刚经》里的最核心的4句话解释给世人听，让更多的人都开悟，这才是莫大的功德。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佛是过去人，人是未来佛，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不能证得。佛陀在成为佛陀之前也是凡人，他看透了众生皆苦的真相，从而放弃了与生俱来的尊贵的王位和富贵的世俗生活，去寻找解脱的大道，肩负起普度众生的重任。如果把世间的人分为2种，分别是没有觉醒的人和已经觉醒了的人。有我相是指执着于小我，有强烈的自我认知和观点；有人相是指常常根据人的外在相貌、性格、能力这些世俗的标准来评价和看待一个人；有众生相是指人们会根据种族、物种、社会地位对生命进行等级划分和评价，以及区别对待。如现在社会多数人都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人，有着不同程度的视力，只是表现的深浅不同罢了。而有寿者相是追求长生不老、永留世间。古代封建社会的很多帝王，很多痴迷于这点，但是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谁也不能逃脱。从这一点来看，足以说明众生平等。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文殊菩萨曾发大愿，每一个来到五台山的人都可以见到他，只是文殊菩萨以何种身份示现，就不得而知了。这或许在委婉地提醒世人，要以平等心、慈悲心、恭敬心对待所有的生命。有这样一个民间故事，相传北魏年间，腊月初8，庙里供斋，文殊菩萨示现为一个普通妇女，怀里抱着一个孩子，手里牵着一个孩子，还带着一条狗来到庙里。妇女对着施粥人说，自己要一份，2个孩子各一份，狗要一份。另外，她肚子里怀着孩子，肚子里的孩子也要一份。施粥人听了火冒三丈，
斥责他贪得无厌，都给了4份了，肚子里的孩子没有出生，吃什么吃？文殊菩萨就感叹说，众生学佛修行，修慈悲心，修平等心，可真遇到境界的时候，分别心就出来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4种包括了世间一切法相。如果执着了，就不是菩萨。众生执着了这4种虚无的相，就会不断轮回。如果能透过表象看到本质，不执着于一个个相，烦恼就会从心而灭，从而跳出轮回。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凡是看到佛像就拜的人，或者听到佛音就来祈求的人，都只是执迷于修行的表象，是邪门歪道，不能见到真正的如来。世间有很多人只知道烧香拜佛，但是没有一颗真正的慈悲心，流于一种表面的形式，是徒劳无功的。反之，如果不执着于表面的形式，却有一颗真诚善良的心，热心助人，惩恶扬善，反而是真修行者，能见到真正的如来。所谓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当然这里要注意的是，不要陷入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不是说见佛不要拜，见佛就拜，而通过这个佛像显的像，咱拜的是一种恭敬心、敬畏心、谦卑心，这3种心都有了，就不白拜。有一则民间故事，百姓都去庙里拜菩萨，却惊见菩萨也跪在自己的像前求自己。菩萨告诉世人，求人不如求己，可见人是要向自己内求，向外修的。问题或是烦恼的钥匙在自己身上，关键时候得靠自己，别人只能起一个提示和指点的作用，自己是一切的因。真正的修行并不是跑到深山老林离群所居，而就是在红尘俗世间。红尘是最大的道场，时时处处皆是修行。我们在人世间遇到的一切顺缘、违缘，一切人事物都是来历练我们的。红尘炼心，不历经9981难，怎能修成正果？3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这个世界并非真实的世界，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只是他眼中的世界。1000个人中有1000个不同的世界，因为每个人的来到这个世界的起点不同，身处环境亦不同，认知也不一样，所以看到的和理解的世界并不是一样的。换句话说，是芸芸众生每个人的念组成了这个世界，一切皆是缘起。我们经历的每一件事，好事或坏事，遇到的每一个人，好人或坏人，都是来度我们的，或好或坏，或痛苦或开心，都是指示我们修行的参照。每一个现实问题都是你修行的最佳入口。
都是你的道场。如果你创业的道路艰难险阻，创业就是你的道场。如果你的爱人之间有隔阂，夫妻关系就是你的道场。如果你的孩子沟通有问题，教育就是你的道场。如果你的身体有了问题，生死存亡就是你的道场。每一件烦恼是道场，每一次情绪是道场，每一次恐惧都是道场。道场就在你人生的每一个痛苦之处，在你每一次想冲动的时候，在你每一次急不可耐的时候。当一个人发现一切都需要自己才能给予自己的时候，他就开悟了。开悟是为了练就看穿真相和本质的能力，能对世事和人心抽丝剥茧，一眼看穿人心，直达事物本质，这才是在假象当中看见真实。如此，那些你想也要的东西会主动来找你。有缘人希望智慧的你能把这3句话分享出去，帮助更多人，因为这是莫大的功德。在有些人看来，佛法极深奥又肤浅，极有禅意又有代痴之气。有人认为佛法就像一个禅师说的一句空话，雁过长空，影沉寒水。有人觉得佛家弟子的生活就像一个病句，盘旋说妙，自是清高，故弄虚玄，自欺欺人，过着凡夫俗子的生活，还偏要说看破了红尘。那么佛是什么意思呢？佛这个字是从印度梵文音译过来的，是觉悟、智慧的意思。什么是法呢？法指的是万事万物，也就是宇宙人生的一切事物。把佛和法放到一起，意思是对宇宙人生万事万物的真正觉悟，对宇宙人生万事万物的正确认识。所以佛法就是无边无尽的智慧，圆满的智慧。那么佛法究竟说的是什么呢？一个老法师曾经这样说，佛法就是看破、放下、随缘、自在。修行，首先我们先来说前2个字，看破。在《金刚经》中有着这么一句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其实都是空的，是假象，即使存在的东西也是瞬时即逝的，就像梦幻、闪电、水泡等，都是些很快就会消失的东西，并且总是在不停地变化着。这就是宇宙人生的实质。所有人都会老去，也都会死亡，即使拥有再多的财富，你也带不走；拥有再大的权威，最后也只能留给后来人。我们的喜怒哀乐、聚散成败，随着时间这条单行线一闪而过，再不复返。观世音菩萨在《般若心经》也提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们肉眼所见到的并非真实存在，肉眼看不到的才是真实的存在。李白曾留下过这么一段诗句：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沧海桑田，物是人非，无常是人生永恒的主题。佛家讲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佛法就是空，所以是与非都不重要。人生也是空，所以所有的执迷都没有意义。佛为什么要说世上的一切都是空的呢？经过现代科学验证，一切物质由原子组成，一切原子由更小的纳子组成。当现代科学家把最小的纳子再分解到极致的时候，突然间发现竟然是空的。一切物质是不存在的，只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能量，那就是物质就是能量。这也是爱因斯坦对人类所做的最大贡献。他向我们揭示，物质只是能量的一种形式，这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由能量所形成，不管是石头、木头、桌椅、你、我，包括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都是由能量所形成。就拿我们的一只手来打个比方，手是由骨头、肌肉、血管、神经等组织组成的，每个组织又是由细胞组成的，而细胞又是由分子组成的，分子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是由原子核和原子核外围的电子组成的，原子核和原子核周围的电子之间的相对距离相当大。如果原子核像一颗黄豆那么大，电子像芝麻那么大，电子围绕原子核运转的半径就像一个足球场那么大。如果把电子和原子核之间的空间去掉，地球就跟一个篮球一样大。如果把质子和中子里的夸克之间的空间去掉，地球就跟一个细菌一样大。也就是说，如果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手是空的，几乎没有任何物质。地球只是一个篮球那么大的物质，或者说细菌那么大的物质膨胀的结果。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物质都无非是电子以极高的速度围绕原子核旋转所造成的假象。从原子或量子的角度来解释佛说的空，我认为有些牵强附会。释迦牟尼当时肯定不会认识到物质是由原子组成的，但他悟出了一个深奥哲学道理：大的物质是由极多小的物质组成的，而且是永远在变化的。存在的东西正在消亡，活的东西正在死亡，变化着的东西永远是虚的，不是真正存在的。这也就跟我们看到一个恒星一样，可能这颗恒星早就不存在了，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假象。我认为佛所说的空主要指的是精神层面上的空。古语说广厦千间，夜眠7尺，这也就是说人有1000间房子，晚上也只能睡在一间房子里，那另外的999间房子都没啥用。如果没啥用的话，就跟没有一样。也可以说另外那999间房跟不存在一样。可对世人来说，那999间房非常有用，在人的心理上有用，
那999间房可以证明我很行，很能干，很富有。我们向世人证明我很行，很能干，很富有，是为了什么呢？说到底就是为了心情顺畅，感觉好。如果我们把心修好了，就是没有那999间房，我们的心情跟那有999间房的心情一样好，我们不也等于有了999间房吗？如果有1000间房子的人的心情跟我们有1间房子的人的心情一样的话，有1000间房子不就等于只有1间房子吗？也可以说呢，999间房子是不存在的，是空的。所以说，从精神层面上看，物质在极大程度上是空的。有一个人抱怨房子太小是不幸福的原因，从20万的房子搬到40万的房子后，幸福了1年，他又不幸福了。后来又搬到一个带一大片地的大房子，现在好像又开始不幸福了。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大房子是虚的，是海市蜃楼，不能带来人真正想要的东西。搬家实际上是在搬人的心态，一颗不满的心，不论搬到哪里，也还是一颗不满的心。心不满，有大房子也跟没有一样。如果心态不变，换再大的房子，人还是不会幸福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佛教会世人看破宇宙人生的真相，看破世上的一切都是海市蜃楼。在人吃饱穿暖后，人最需要的是情感的满足，或者说是心理上的满足。心满了，人对物质的需求也就满了。心满了，虽然住在一个小房子里，也觉得是住在一个大房子里。当看破世上一切都是空的，人就不再追逐那些空的东西，人就开始走向内心。只有走向内心，提高自我，人才能真正感到心的满足。看破以后，人能主动放下肩上不该担的负担，就是佛所说的放下。放下了心里的世俗负担，人就轻松了，人的智慧就开了，被长期抑制的更多脑细胞就苏醒了，更高层次的心脑核磁共振即开始，即进入天人合一境，随时感悟宇宙人生大智慧。佛说的放下是说，放下那颗追逐梦幻泡影的心。世上的梦幻泡影就是权位和名利，这些东西都是很快就消失的，连人的生命也就几十年，了不起100年就结束了，何况那些名利地位呢？金刚经中有这么段话，如来常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法语者，法上应摄，何况非法。佛陀常常告诫弟子大众，你们既然都知道我说的法就如同渡河的比喻，不可执着法相。当你渡过河到了彼岸，就要舍去渡河的舟筏，不可紧握不放。佛法也是如此，更何况有违法呢？佛经上有这样的故事，有一位大梵仙人拿了2株仙草要供佛，佛曰：放下。大梵仙人马上放下了2株仙草，跪地听法。佛又曰：
放下。大梵仙人说：我已两手皆空，还要放下什么？佛曰：你应该放下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六尘、六识、六法，全部舍去，不再执着。到了没有可以舍的境界，不再执着法相，你也就脱离了生死轮回。大梵仙人根性上乘，听法之后，金光围绕全身，三界震动。当正七地大梵菩萨拜佛为师，大行普度，放下旧爱，得到心爱，放下烦恼，得遇清净，放下小气，得到贵气，吸引财气，放下过去未来，得遇当下心安，放下什么得到什么。这是一门学问，天下无不散的宴席，总要学会说再见。握不住得杀，撒了吧，否则恪守抓不住的心，忘了吧，否则心痛。凡事皆有因果，修行做到收放自如，把注定得不到的放走，把有缘得到的把握，做一个顺其自然的山外之人。心放下了，不再去追求那些外在的东西，人就会重新认识自己。有的人可能会认识到自己真正需要的不是豪宅、名车，而是多与家人在一起。认识到在与家人在一起时，能感到自己很富有；在与自己心爱的妻子或丈夫在一起时，能感到安宁快乐；在与自己的孩子在一起时，能感到心的柔软。人间的美好，当人认识到这些是自己心中真正想要的，人就不再去加班加点的挣钱买大房子了。心中知道买大房子的代价是用与自己家人在一起的宝贵时间换来的。不知人能主动放下自己不该做的事情，人就有时间多与自己的心在一起了。人就可以把时间这个宝贵的资源投到自己喜欢干的事情上去，投到提高自身的事情上去。人就可以多花时间在读书、写作、画画、学琴、锻炼身体、旅游等有益自己身心的事情上，主动放下肩膀上的负担，走入内心，多花时间读书、思考、修炼内心，提高自我，人就活得轻松快活了。放下追逐名利的心后，心就平静了。心静了，人就能做到随缘了。佛说世间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缘分所致，世间一切消失了的东西都是因为缘分尽了。缘聚则有，缘散则无。佛说随缘的一层意思是劝告世人要珍惜自己已经有的缘分。有句话说得好，100年修得同船渡，1000年修得共枕眠。这也是在说人要珍惜自己已有的缘分。降生在现今这个时代是缘分，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作为父母的儿女是缘分，要多关照自己的父母，作为他的丈夫或妻子是缘分，要多体谅自己的妻子或丈夫，作为孩子的父母也是缘分，要多给孩子一份爱心和宽容，少一份挑剔和斥责。缘分不是人想要就能得到的，
当你珍惜你目前所有的缘分，你就会很好的对待和享受你的缘分。这样，当缘分尽了的时候，你也不会过分悲伤和后悔。缘分尽了的时候，想抓都抓不住。人活在世，不如意的事常常会发生。丢了工作，那是与那份工作的缘分到了头，别难过，下一个与你有缘的工作正在等着你。好朋友走了，不再往来了，不要为他的离去而过分伤心。缘分到了，留是留不住的亲人离开了人世，难过一阵后，告诉自己，缘分尽了，该走的都是天意，随他们去吧，自己还要好好活下去。做到了随缘，人不但不会奢望自己生活中没有的好东西，而且能为生活中遇到的每一件好事而欢喜、感激。当生活中出现不尽人意的事，或发生一件不幸的事时，人也会用一种随缘的坦然心态来对待，并能在心理上做到不再去纠缠那些不可挽回的伤心往事。做到了随缘，人就能卸掉情感的负担，人就可以在逆境中保持一颗平静的心。做到了随缘，人们就可以全身心地享受世间的美好生活。因心态变了，以宇宙大智慧看人生，个人不过是沧海一粟，轻松自在地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做到了看破、放下、随缘后，人就会活得非常自在。什么是自在？金刚经中有这么一段话：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我们，当知道一切都是虚幻的以后，应当如是生无上正等正觉的清净心，不应当执着在物质现象上，不应当住在声音、香气、滋味、感觉、记忆等现象上，而生起凡夫的虚妄。心无所住，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也不是什么事都不想。因无所住，并不妨碍起心动念，也不妨碍行住坐卧。有一次，六祖慧能大师看到有二僧辩论风帆，一个说风动，一个说帆动，争论不已。慧能便说，不是风动，也不是帆动，是你们的心动。心一动，妄念就升起，人生也就失去了自在清净。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保持心灵的平静和清净，人生才能真正自在。有念不执念，就是念念皆是如来化身；见相不执相，就是见相非相，即见如来。心不随外部环境牵引，清净本体自然显现。曾有这么个故事，一个渔夫在岸边晒太阳，有个企业家诱惑他，让他贷款买条船，这样下去几年就能还完贷款，再过几年公司就能初具规模，到了退休的时候就能在岸边晒太阳了。渔夫回答，那我现在在干啥？自在是当人对自己和周围环境完全接受，
并对自己的一切完全满意的一种持久的心身状态，一种身心完全自由的状态。现代人大多数之所活得身心疲累，即是不明因果，追求不可得，成为物质的奴隶，却不知冥冥中早有定数，做到看破放下随缘的人，就是一个身心自在的人。一个自在的人，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只要生活的基本需要得到了满足，他就能有一颗自在满足的心。一个人有了一颗自在心，就好像鱼得了水，不论在大河湖里，还是在小河中，他都能自在地畅游其中。当人有一颗自在的心后，人就真正知道自己是谁，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什么是自己真正喜欢干的，什么是自己不喜欢干的。为了保持一颗自在的心，过一种自在的生活，他们就会主动去寻找，并有能力找到他们真正喜欢干的事。这样的人绝不会为了讨好社会或某些人去干自己不喜欢干的事。只要有空气、食物、水和一些赖以生存的简单物质条件，只要他们的肉体不动着，不饿着，他们的肉体就是个快乐的肉体，他们的心就是颗快乐自在的心，他们的生活就是诗中所描绘的快乐生活。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莫将闲事挂心头，一年都是好时节。我们再来说说最后两个字，修行。修行实际就是修心，心不正则行不直，只有把心修好了，人才能有正直的行为。那么我们要把心修成什么样才算修好了呢？老法师说，当把人心修成一颗佛心，心就算修好了。什么是佛心呢？老法师又说，佛心就是正觉心、真诚心、平等心、清净心、慈悲心。正觉心是一颗知道好坏是非的觉悟心，一颗明白美丑善恶的智慧之心。真诚心是一颗无私的心，一颗磊落的心，一颗敞开胸怀接人待物的坦荡之心。平等心是一颗没有分别的心，一颗对待高低贵贱都一视同仁的公平之心。清净心是一颗出污泥而不染的纯净心，一颗对污浊环境有抵抗力的心，一颗不受各种潮流所影响的宁静之心。慈悲心是孝心的扩展和升华，是一颗热爱全人类的仁爱之心。修佛不是盲修瞎练，佛法是修佛的座右铭，是修佛的基本纲领。修佛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一个长久的渐进循环的过程。活一天就要修炼一天，只要按照佛法去修炼自己，人就能够一步步地看破红尘，看破一层就能放下一层，看破10层就能放下一担。能把一颗人心修成一颗佛心，人就能彻底的破迷开悟。这样的人就能过上佛所说的高度智慧艺术的生活，一种法喜充满的生活。
一种人在红尘中心，在仙境里的超凡脱俗的生活。有缘人，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期待大家在下方评论区留下自己的感悟。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